好，这导演还不错啊。我一个人我只能什么都做啊，这没办法。一夸就上头。我是阿谦，我是柴胡，我们是一对伴侣，我们在一起8年了。我们共同的计划是一起养育一个孩子。在大学里认识，我读研究生，他读本科，我比他大。第一印象就是觉得这个人长得很亲切，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很沉稳、很可靠的那种感觉，然后那种感觉是我喜欢的。这个人呆呆的，然后也不排斥，可以做闺蜜，一起学习，一起去食堂吃饭，一起去图书馆。对，当时想跟他学英语，后来发现一个也没学。他不用功啊。毕业之前我没想过，因为他要回到深圳，我不一定要来这边。他毕业就送他回去就结束了。后来他离开了，我感觉到，他在我心目中和身体里还是有一点分量。我走到前面了，但是一起走的时候，但我又想回头走过去，又重看一下，他也能陪我去走。然后我一会儿又想去这边了，他也能跟着我去，我又想去那边。我本身就比较随性，然后他能跟着我的脚步走，就习惯了身后不远不近的有个人的脚步陪伴，助威，他也会比较耐心一点跟我走。确实还是比较有耐心。看是我也喜欢这种比较主宰的感觉。2016年的时候，他已经毕业回来了，他在我心里的感觉还挺重要的，但是我又没有勇气和信心来这里去生活，所以我来观察1周，来顺便考察1周，看这里是否有我喜欢的工作，我是否能在这里生存。当时应该是挺开心的，然后而且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他会不会来深圳找我，因为其实北方离深圳还是挺远的，他是内蒙古的。当然他来了之后，就是我就处在一个，就因为当时刚进工作嘛，然后我也不是很顺利，然后我就处在那种跟他吐槽我工作的艰辛的一个状态，遇到挫折我还哭了，然后他还很耐心的倾听我，还拥抱我。我觉得工作吐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舒服也是很正常的，然后情绪出去了就没有事了，再有下一个情绪，然后再吐槽。对，这个部分，就是他能理解我，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，是很大的支持。然后他父母也邀请我吃饭了，我就是跟父母提出来要，带我男友去见他们，然后当时出柜其实也没有多久吧，可能1年多吧。他们其实就是又会觉得有些惊讶，然后但是又答应了。但是那个时候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挺尴尬的，就是我妈就是几乎一言不发，还是说就感觉好像没怎么说话，比较沉默。对，然后我爸就是比较客套的那种官方的那种应对，是吧？他爸跟我聊得挺好的，我们都在聊一些时事啊。对那个城市的看法呀，我的微观的观察呀，跟他分享，他还继续的审问，就聊官方的东西。但是我也看到他的深度啊。对，尴尬的吃完了第一餐饭，但那个时候我爸也有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支持的举动，就是他来深圳，他不是要住宾馆嘛，然后他就帮他安排了一个。是我爸出的钱，然后当时我们刚好就可以2个人一起住那个宾馆。肯定是有一些不接纳的，但是人家也客套也做完了，他妈也给我讲了很多茶艺和陶瓷的文化，都是很有文化的，所以我也学习了。第一次来深圳，他父母给了我比较正式的欢迎，外面也吃了，家里也正式的邀请了，宾馆也住了。对，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也是我爸妈支持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同居的，是我爸的房子。认知的不一样，认同。比如说看《甄嬛传》，我是想到了这个太监说了什么话，皇帝说了什么话，宫女说了什么话，
我的关注点可能在听学，他的关注点是太监穿什么衣服，宫女穿什么衣服，皇帝穿什么衣服，所以我们俩也聊不到一起这方面，一聊就炸了。你怎么讲这个？或者他认为我傻，我认为他傻。后期就是已经是距离变远了，众多的部分共同导致了关系就变了。甄嬛传就是一个例子嘛，就是说，其实就是我们互相之间的想法很不一样。他是来自于内蒙古的村里，然后是就是种田，然后养动物什么的，从小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和文化上长大的。我觉得文化很重要，就是我的话，我是在深圳这个城市长大的，然后就从小的文化很不一样，文化上的很大的差异导致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都很不一样。然后但是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然后都会觉得既然我是这么想的，对方肯定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就没有去追究过这个事情。但是在相处久了之后，就越来越发现，其实我们两个价值观、三观是有差异的，然后就会去有很多的分歧出来，或者说对同一个事情不同的观点。我们不吵，我就是沉默，那就成了形同虚设，名誉夫妻。只是一个名了，可能我们的连接就没有了。所以阿谦发现了伴侣的治疗，然后带我去治疗去了。当时我就想解决这个事情，而且我是学心理学，所以对心理学有一些了解。我就认为伴侣咨询可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事情的。我认为没用，他说他交钱了，确实想逼他一把，因为其实，然后我又比较心疼钱，就被他拿捏到了。我说那交了也不能白费啊，就看他能交出什么花。虽然我学了很久的心理学，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跟伴侣去参加伴侣咨询。我们之间是同性伴侣，然后即使我出柜了，但是好像我暂时跟我父母聊我的伴侣，他们会有一些压力，然后包括其他的朋友，他们也未必理解就是同性伴侣是怎么样的。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感情问题是很少朋友可以去求助的，就不像异性伴侣一样，就是就可能7大姑8大姨都可以去帮一把之类的。就之前就感觉到我们两个有点像是在偷情的地下情的一个状态，就最终决定了还是相信自己的学科去求助。伴侣咨询之前会发一个表格，然后会让大家填那个咨询目标嘛，然后他填的就是让我重新爱上对方。去了以后，我觉得第一次就感受到很不一样。然后老师帮我们回顾了曾经学校里的一些画面，我感觉曾经还有过这么温馨的画面，无论是我得到和付出都是挺多的。然后当天回来就感觉到不一样了，可能在深圳待了2、3年，被这种焦虑压抑所同化了，所以已经忘记了曾经比较幸福的画面，所以又想到之前的一些经历，让我更多的力量去往前走啊！我原来都经历过这么多了，要不然他不说我都忘记了。之前有点像是那个情感急救室急救，然后现在就有点像去情感的健身房去巩固这样子。以前我看问题的角度是只有从我自己来的，而现在可以从多维的角度，从他的角度、别人的角度、更高的角度看我们这个关系，然后让自己更深更高。我会发现原来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这个感情应该怎么走，然后我应该去了解我自己心里想要什么，了解他内心想要什么，然后我们自己去讨论出我们想要走的一个道路。我从2017年来深圳，一直做教育培训，教数学，所以我一直在接触学生、孩子、家长。我对学生很付出，但是后来我想，我也想对自己的孩子有付出，我也想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亲密关系，就像一棵老树旁边又长出一棵小树，然后我老去，它上来，一种生命的传承，想起来非常的兴奋和开心。和向往。我之前在小学做心理老师，然后特别受孩子的欢迎啊！一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，他们都跑过来抱我，抱了2圈。我很喜欢小孩的活力吧，就是那种天真活力的、很单纯的感觉。就像我在跟1年级小孩上课的时候，就是他
他们喜欢就会非常直接的表达你的喜欢。比如说我上完课，然后他说谢老师，我最喜欢上的课就是你的课，就很直接的表达。因为我很喜欢孩子，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如果我有孩子的话，就给到他最好的家庭环境或者说教育什么的。我觉得大家的顾虑就是当别人去问孩子你妈妈呢这个问题，大家都在困扰。我们自己倒是没问题，但是孩子能不能承受？甚至有一个奶爸，他给孩子讲绘本的时候这个是人家一家3口，他就会给孩子讲这个是爸爸，这是孩子，这个是保姆，是阿姨，然后孩子说不，这个是妈妈。我们前期肯定有很多心理沟通，等到孩子能表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真诚的表达。多元的家庭，有的是2个妈妈，有的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，有的是2个爸爸，还有的是单亲爸爸，有的是单亲妈妈，我们都是好的。我们前期是要给孩子做很多心理建设，然后他内心会很强大的。对，我们有这个自信。其实我刚开始是不那么自信的，因为学了很多道理之后，就是道理是一方面，做到又是另外一方面嘛。我在当之前，我是不会想到原来小学生也会有想要自杀的。曾经有一个孩子，就是他心情抑郁，然后也有点想自杀的想法了，而且他父母是非常严厉。虽然说他跟他父母没有办法情感交流，但是他会去撸他的猫，然后他猫很善解人意，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去黏他，去蹭他，安慰他，他就会觉得很暖心，然后就那种想自杀的想法就少很多了。但是他家长要把他的猫给卖了。后来我就打电话就是跟家长说，就是说了孩子的情况，然后说到那个猫对那个孩子有多么重要，还是先让他不要这么做了。经济下行，家长都是很焦虑的一个状态，而且家长也处于一个内卷的一个环境里边的话，他也会去卷孩子，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焦虑去传递给孩子了。而孩子其实是比大人更加的敞开自己内心的，所以说他是很容易受到他身边的人的影响的。所以说家长的焦虑传递给孩子的话，就会造成孩子很大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和问题。很多家长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原来他自己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。就上面其实也有提出，就是说是不是应该让家长有更多的学习，比如说最近有一些机构就是搞家长课堂，还有一些教育专家会提出，就是说家长也需要上岗证，然后需要学习基本的一些教育知识才能上岗，然后不能就是随随便便就上岗了，要不就是有点祸害孩子。有些家长学了越多越觉得学海无涯，好像要各方面都做得很完美是很难的。我现在喜欢一个理念，就是没有完美的父母，只有会成长的父母。我们只要把底层的温暖、逻辑、同理给到以后，孩子不会太差。而且其实父母不完美的这个部分，其实也是世界真相的一部分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不完美的，我们只要尽量做好就可以了，不逃避问题，我们可以去承认问题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解决问题。也可能我们找不到一个处理的方法，但是我们会教会孩子，我们有信心去面对，然后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。也会给我们孩子当一个榜样，就是说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子的，孩子也会去学习我们这样的一些态度。我是不完美的，但是我愿意陪伴你一直往前走。他是半个教育专家，我是半个心理专家，对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心理知识来准备去养育我们的孩子。我们都是0.5。